大连蛇岛被2万条毒蛇霸占，将2头野猪扔上岛，能把蛇吃完吗？你敢相信吗？在我国有一个神奇的小岛，那里人迹罕至，面积仅只有 1.2 平方公里，却生活着2万多条黑莓腹蛇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国十分出名的大连蛇岛。只是想想岛上的景象，就足够让人头皮发麻。那么我们将2只性别不同的野猪放到蛇岛上，究竟谁的实力能够更胜一筹呢？随着近几年野猪数量逐渐呈泛滥的趋势增加，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。不仅农田遭到大面积破坏，还频繁有人被野猪攻击，搞得大家苦不堪言。那么当野猪遇到毒蛇，谁才能笑到最后呢？一定会有人疑惑，野猪虽然破坏性很强，可是它们遇到毒蛇后，难道不会中毒而死吗？野猪之所以能够在野外生活得如此随性，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战斗力不容小觑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对食物的要求并不高，无论是树叶还是腐肉，都能够让它们填饱肚子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野猪想要生存下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有专家对野猪进行过详细的研究，发现它们的身体可以抵御毒蛇的毒素，即使被毒蛇叮咬，也不会危害到其性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野猪的食物清单中，毒蛇的身影也赫然在列。因此可以看出，野猪确实有抵抗毒蛇的能力。但是在大连蛇岛上生存着的毒蛇数量太多，有了数量上的加持，毒蛇和野猪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呢？大连蛇岛被2万条毒蛇霸占，将2头野猪扔上岛，能把蛇吃完吗？想要探究这个问题，必须有一个特定的前提，那就是2头野猪的性别不能相同，否则就算野猪再能吃，也吃不完持续繁衍的2万条毒蛇。根据野猪的习性，我们可以判断出来，在它们刚刚进入大连蛇岛的时候，必定会从岛上的植物下口。尽管野猪是杂食动物，但是它们大部分的食物还是来源于绿色植物，因此一开始的时候，毒蛇和野猪还是能够和平相处的。然而在野猪身上，还有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特性，那就是它们超强的繁殖能力。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泛滥，除了缺少天敌之外，就是凭借着它们的繁殖能力兴风作浪。所以在2只野猪上岛之后，很短的时间里，它们就能够大大提高野猪的数量。随着野猪逐渐增多，它们之间对食物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。在植物被啃食的差不多后，野猪就会将目光转向岛上的小动物们。至此，野猪和黑莓腹蛇的战争正式打响。从毒蛇的繁殖速度和野猪的捕食速度来看，过不了多久，毒蛇就会被消灭的差不多。或许在这个过程中，黑莓腹蛇和野猪的身体状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。为了保命，黑莓腹蛇毒性会越来越强，而野猪的抗病毒能力也会逐渐增强。它们之间最后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，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野猪和黑莓腹蛇都属于我国的保护动物，为了让它们稳定的生存下去，还是不要去打扰它们的生活了。为何大连蛇岛上有这么多毒蛇？蛇岛又是如何形成的？有人猜测，大连蛇岛上的黑莓腹蛇是有人专门将其放生在上面，否则只凭它们自己，根本无法到达一个小岛上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，在很久以前，大连蛇岛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。然而随着地壳运动，蛇岛逐渐脱离了原来的大陆，形成了一个伫立在水中的小岛。这个小岛上的动物无法返回原来居住的地方，只能认命的在这个小岛上住下。黑莓腹蛇就是其中的一种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部分动物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，从而消失在小岛上。黑莓腹蛇凭借着自己超强的生存能力，成为了大连蛇岛上的主人。可是为什么黑莓腹蛇的实力如此之强，人们还需要对其加以保护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黑莓腹蛇的生存状况十分优越，当时蛇岛上蛇的数量超过了5万。然而没过几年，一场突发的大火严重破坏了黑莓腹蛇的生存环境，一大部分蛇葬身火海，活下来的只有极少数的个体。从那之后，黑莓腹蛇的数量呈断崖式下跌。为了防止其灭绝，1981年时才设立了自然保护区来对其进行保护。其实不仅仅是保护组织在努力地提高它们的数量，黑莓腹蛇自身也十分强大。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，它们不断提高适应能力，最终成功地提高了种群数量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